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吴大爷今年72岁了，老伴去世后他就一个人生活，他也因此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平常不仅饮食清淡，生活规律，而且每天还保持有足量的运动。坚持养生的他，身体看起来比同龄人硬朗不少。这几年的体检报告中也显示没有明显的异常，但几个月前，吴大爷却发现自己走路变得有点不利索，双腿根不是自己的一般，走路时不受控制。一天，他买完了菜回家时，走楼梯还因为迈步上去而摔倒。吴大爷怀疑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，于是赶紧的去了医院检查。经过检查，医生告诉他，这种腿脚无力是老年人身上十分常见的，让他回去多补钙，补充蛋白质即可，无需过多的担心。虽然医生说了没事，但吴大爷内心还是有点害怕。为什么人一老了，腿脚就不利索了？一，上了年纪，肌肉流失到底有多快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少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衰退，很容易就会出现腿脚乏力、使不上劲的症状。老人也常会认为自己上了岁数，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。但若仔细的观察，老年人容易乏力、跌倒，甚至发生骨折，很有可能是肌少症的征兆。人体肌肉在30岁左右会达到峰值，之后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，大约从35岁开始，会以每年1到 2% 的速度下降。骨骼肌力量会以每年 1.5 至 3% 的速度下滑。50岁之后，下滑的速度会明显的加快。60岁后，速度还会持续的加快。75岁之后，下降的速度将达到了顶峰。有研究发现，70岁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的患病率在 20% 左右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则高达 50%。 年龄越大的人群，患病的风险就越高。肌少症其实就是肌肉减少症，是指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的肌肉质量减少，肌肉力量、躯体功能下降，是一种独立性疾病。根据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我国平均每8个老年人中就有1人患有肌少症。肌少症的发生与多种的因素相关，如运动量减少，尤其是一些需要长期卧床的老年人，由于活动度不足，会让肌肉的力量逐渐的减退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更年期女性由于体内激素分泌改变，也会让蛋白生成能力降低，诱发肌少症发生。还有一些老年人则是因为能量、蛋白质、钙摄入不足导致的肌少症。2. 老年人腿软、使不上劲，可能和6种疾病有关。引起老年人腿脚无力发软的因素很多，主要分为生理性原因和病理性原因。生理性因素如过度劳累、平时熬夜等，多数情况下通过休息就可以恢复健康。需要警惕的可能就是病理性引起的腿软乏力。老年人腿酸无力可能是以下6种疾病引起。1. 低血糖。糖尿病患者身上较容易发生低血糖，出现低血糖后会出现出汗、面色苍白、乏力、头晕，以及腰酸腿软等的症状。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干预，会发展成昏迷甚至死亡。2. 低血钾。长期的使用利尿剂、持续呕吐、腹泻人群较容易出现低钾血症。该症可表现为发作性肌无力，会从腿部开始无力，逐渐发展至躯干、手臂。3. 脊髓型颈椎病。该症是一种严重的颈椎病，临床的症状较为隐秘，很多患者仅表现为下肢无力、走路不稳以及双腿发飘等，很难让人联想到是颈椎出了问题。4.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。膝关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退行性改变，
进而出现关节磨损，可表现为双腿无力、发炎等。这种病变是不可逆的，只能够通过人工关节置换来缓解不适。5. 动脉硬化闭塞症。下肢动脉硬化发生闭塞后，会出现间歇性跛行、足部温度下降以及疼痛等的症状。部分患者还有下肢溃疡的表现。6. 腰椎管狭窄症。该症会让患者日常行走出现异常，走一段路后明显感觉下肢酸胀、麻木、无力，休息后可以缓解，但继续行走不适症状又会卷土重来。3. 不想老了，腿脚无力，做好这2点很重要。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玛丽娜表示，肌肉减少症的危害十分的严重，轻则会引起骨折、跌倒等的发生，严重时会让患者出现吞咽功能障碍。这种情况下极易发生的误吸、感染，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。因此，不想老了腿脚无力，最好要做到以下2点。一是补充3种营养元素。1. 蛋白质。建议老年人每日摄入每千克体重 1.0 至 1.2 克的蛋白质。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可将摄入量提高至 1.2 到 1.5 克每公斤。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有蛋奶类、瘦肉、禽肉、鱼虾以及大豆制品等。2. 钙。老年人建议每日摄入钙元素1000毫克，但不要超过2000毫克。日常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钙质，适当的多吃鱼虾、蛋奶类、大豆及其制品、绿叶蔬菜等食物。3. 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也是老年人预防肌少症不可或缺的营养之一，建议每日摄入700至1000国际单位的量。可适当的吃一些动物肝脏、蛋黄、鱼肝油等的食物，也可以适当的多晒晒太阳。2. 是加强运动。运动可以帮助提高肌肉量和肌力，建议老年人根据自己身体的素质来选择有氧运动、抗阻运动、拉伸运动等。每次运动的时间应该保持在30到60分钟为宜，每周运动2到4次。注意运动量要量力而行，循序渐进的进行，切不可操之过急。肌少症是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的疾病，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尽可能去预防肌少症的发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